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非老师好，然后2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宋文博，23岁，来自四川成都。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能够和我时不时的一起整理宝物。你的宝物是指什么呢？其实这些宝物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房间里边的一些旧物件，在整理出这些旧物件的时候，还会找到自己以前的回忆。哦，哎，我很能理解。我干这一行也好多年，有参加过很多的录制啊，有好多的临时证件。其中有一个我做一个纪录片的后期，昏天黑地的剪片子。我当时的工作除了剪片，还有领盒饭。这个事儿你们有人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吗？来，2号。男嘉宾你好。就很多东西其实我会乱放，但是我会翻出来一些，比如说我去参加各个演出的工作证，然后呢，如果我们一起收拾的话，我就会把我的工作证给你看，然后给你看我当时演出的一些照片，然后跟你讲这是个什么样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可以有聊不完的话题。给的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和对方一起收拾房间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对方的一个途径，可以知道他以往有什么经历啊之类的。对。郑琦。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整理房间的人，但是我翻出来的大多不是那种旧物，而是一些红票票啦，或者是一些以为吃完的零食，但是又发现了藏在角落里的它，就会很惊喜。所以如果可以跟对方一起整理房间的话，会有一种一起挖宝藏的感觉。对对对，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翻出以前很久没穿的衣服里边，哎，翻出来一张钞票啊！非常好。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夏天和冬天判若两人。怎么的呢？别看我现在是这样啊，我以前最胖的时候有192斤。对，这是我最瘦的那个时候。130多斤。我们想看200斤的。哇，这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吉他挡住了肚子。对，是的，是的。但是就露出来的腿的部分，还是展现出了实力。对对对。贾小丹。你好，男嘉宾。你好。你是每年的冬天和夏天体重的浮动都特别大吗？是的，就是20-30斤吧。那我其实觉得这种还挺好的，像冬天2个人一起白白胖胖，然后冬天本来就是囤膘的季节嘛，然后夏天2个人在一起瘦，然后可以穿那种漂亮的小裙子一起出去玩。你喜欢别人说你白白胖胖吗？冬天的话可以藏起来。哦，来看片子吧。欢迎来到音乐零距离点歌台。我眼睛不认得。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我喜欢听乌梅子酱。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平时呢，我喜欢研究指弹，通过技巧让小朋友们产生崇拜。我最喜欢小宋老师了。没错，我就是最受小朋友喜爱的吉他老师宋文博。我从小开始接触钢琴，初3改学吉他，自己和自己较劲。特别是决定用古典吉他参加艺考后，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琴，练到手抽筋。
一天说话都不超过10句。这样苦行僧的日子坚持了1个多月之后，同学突然提议挑战骑行川藏线。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第3天，我为期40多天的疯狂计划开始了。我觉得骑车进藏是最潇洒的，没有长距离骑行经验的我，纯粹凭着17岁的一腔热血和勇气就出发了。这次川藏之旅磨练了我的意志，因此练琴更加刻苦，最终以省内第1、全国第2的成绩考上了川音。生活中我经常有些莫名其妙的胜负欲，台球新手期被完虐，后来发愤图强进了成都区32强，连和朋友约着出门我都必须得是第1个到的。不过感情中没有输赢，希望未来能遇到与我同行的那个你，我们一起携手走下去。23号，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就是川藏旅行的骑行太疯狂了，我特别羡慕这样的旅行，很希望和你再去一次。可以，没问题，没问题。你去一趟回来就没有这么白了。你从成都骑到拉萨骑了多久？骑了42天。是318？啊，对，318国道。还要高反。会不会骑进去那个高反没有那么明显？它会慢慢渐进的，就稍微好一点。但是你消耗大，你运动量大。对，海拔。布达拉宫门前。是在布达拉宫门前。举着车的那位是你吗？啊，对，举车的那个是我。啊，你还有一点点小腹。这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艺考高强度练琴嘛，然后就是那种苦行僧的日子，让我觉得真的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然后正好我朋友就提议说，哎，咱们去骑那个川藏线怎么样？哎，我说走去。然后当时其实父母还是挺尊重我的意见嘛，然后就当天买了车，第2天就出发了。哇，青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对。这是米拉山口。对，5013应该是。我20多岁的时候当摄像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还扛着摄像机。我前几年去了一趟到5000，坐在车上奄奄一息。1号，男嘉宾你好。哎，你好，你好。我也走过川藏线318国道，但是我不是骑行，我是徒步搭车。这个比他还牛，徒步。我是反川从拉萨走到的成都。然后我是一个人先从武汉坐的火车到了拉萨，然后再徒步搭车，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回到的成都。每天给自己设定几十公里的路线，然后走不动了的时候就是搭路边的那个顺风车。其实我有一次搭车的经历，因为当时我是没什么经验的，骑得比较慢一点，然后他们都骑前边去了，然后结果我中途车坏了。然后没办法，我就是竖一个大拇指在路边搭车嘛。但是有些那种自驾游的人，他不知道这什么意思。然后我比一个大拇指，他们伸出手过来说：“哎，你也很棒哦，你也很棒哦。”但是其实我后来回想这件经历，还是觉得不管是搭车的人，还是让别人搭自己车的人，其实都是有一定风险，遇到就是不好的人的。所以后来我就很少这样的行为了。是的，是的。哎，给我们唱个歌吧。可以。我为3位老师还是每人都准备了一首小曲子。哇哦！代表他们在我心中的印象。第一个小曲子呢是送给这个黄澜老师的。很期待。
非常好听。其实黄兰老师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知性且温柔，然后又有坚定的信念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虽然说她的整个曲调的风格是比较温柔一点的，但是因为它的旋律音是落在强拍上，就会有一种这个掷地有声的感觉。对，我好像听到有那种波澜的感觉，哎，波浪的感觉。静水深流。对。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是送给我们的孟非老师。哇哦，谢谢。孟非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呢，是一个非常沉稳啊、有故事，而且非常有幽默感的一个男性。刚才的曲调里边，幽默感是哪一个段落？其实这首曲子我是用小调的几个和弦写的，然后呢，我在每个和弦连接的时候，有一些这种滑弦啊，这些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能够代表孟老师的一些幽默感。啊，我懂了。到陈明了。对，然后陈明老师的曲子是。我的感受是，话多又密哈。说话很快。就其实陈明老师在我心目中啊，是一个温文尔雅，然后呢很博学的一个人。所以说这个曲子我是用了一些咱们高把位的一些开放和弦，听上去就是有一种非常如沐春风的感觉哈，很符合陈明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感谢，谢谢。挺好的，男嘉宾写的这3个曲子还是有辨识度的。没错。我喜欢送给我那个。谢谢黄老师。再来一个吧。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见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眼看天亮。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那这个舞台马上就感觉深情款款哈，温润了起来。对，而且他吉他弹唱很 match 的一点，他的琴没有压住他的声音，他的声音也没有压住他的琴，对，相得益彰。年纪不大，但是很从容哈。对，不过我看你这个性格其实挺温和的一个，为什么片子里边你说你是有特别强的那种胜负欲的人呢？我其实自己会在自己喜欢的这个方面上啊，会比较有胜负欲一点，想要做到最好。比如说，有些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啊，我一定得第一个到，我绝对不会迟到的那种。然后像高峰期的时候，咱们坐地铁嘛，不是很多人都要挤那个电梯吗？哎，我就不去挤电梯，我就要走楼梯，而且跑着上去，就是要比他们都快这样。哦，含笑。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在感情里面有没有一些小胜负欲？就比如说我如果谈恋爱的话，我秒回男朋友的信息，然后我男朋友过了很久没回，那我下一次回信息，我一定会比他时间还要久再回他。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哎呀 ，cool。我跟你说一个，曾经很多年前来了个女嘉宾，跟你一样，那胜负欲比你还强。她和她男朋友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谁先理谁，谁就输了”。从现在开始，谁也别理谁，
谁先理对方就输了。然后过了1年半，这女孩听到了那个男孩跟别人结婚的消息，她以为我不是赢了吗？我也会，我有一个男朋友，就是最后我们俩分手都没有很明确的说，就这样不发信息，他不给我发，我也不给他发，就这样分手了。反正你没有输，对不对？对。好，看下一条。我的初恋是从网络开始的，见面之后却发现他对我的依赖性太强，喜欢像连体婴一样跟着我。今天想吃什么呀？都听你的，你想去哪儿玩呀？看你选修课想选什么呀？都可以啊，我跟着你选。让我感觉不是在和他谈恋爱，而是多了个小跟班。网上她是我的小迷妹，线下的她却对我有着100%的占有欲，连同班女生加我微信都不允许。所以现在的我完全拒绝网恋，网恋会给对方加上一层滤镜，其实是在心目中幻想出了一个理想对象。第二段恋爱来得非常巧合，当时我正好顺路送我朋友去相亲，没想到他却看上了我。在和他聊天的过程中，得知他因为父母离异，很早就开始独立挣学费，甚至在上一段感情遭遇了家暴。同情加上欣赏他的独立，我们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才知道他上一段恋爱结束在我们认识的前几天。当时的我有一点介意，但还是觉得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可是随着相处，渐渐的我发现他不是很喜欢我，缺乏安全感的他只是需要人陪，无论是谁都无所谓。后来他去兼职做驻唱歌手，我们作息完全相反，在国内却谈出了有时差的感觉。好不容易见面了，却不小心看到他和其他男生的暧昧信息。如果不是发现的早，我可能又要被无缝衔接了，于是当机立断地选择了分手。现在的我还是能够接受被无缝衔接的，也并不认为无缝衔接是对上一段感情的不尊重。希望你是很有诚意的，想要开展新的感情，我会一直满怀热忱，期待着牵起你的手。这哥们儿在无缝衔接这事儿上过不去了。如果有一个姑娘长得特美，也特喜欢你，你说什么都 OK， 哪儿都符合你的要求。她告诉你我前天才分手，你要愿意我们明天结婚，你乐意吗？可能结婚有点太快啊，可以先相处一下。这算不算无缝衔接？应该也算吧。就是首先我要声明一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会这样无缝衔接的。我们再捋一下啊，第一个分手之后开始第二次，中间多久？1年。1年。第二个分手到没有第三个是吧？没第三个，就直接到现在了。他就一个。对，理想就是20分钟以后。17号，男嘉宾你好，对于你 VCR 中的女生，我跟她正好是相反的类型。我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人，在2个人出现观点不同的时候，我会采取一种博弈的态度去跟对方争这个输赢。我感觉我自己就像一个时刻好斗的公鸡一样。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他能选择去依赖你，说明他是把这份信任交给你的。你的女友这么做的做法是想过一个双方粘合性更高的生活，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像我的话，我觉得可能太过于主见，让人会有一种攻击性。可能我就是那一任和你刚好是2个极端，他已经是没有主见到，就是说他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看我，就是连给我了解他喜好的机会都没有，我就觉得这一点其实不是很能接受。你的这个好斗可以把它归到胜负欲里边呢，还是你觉得和男朋友之间的这种争执啊、这种斗啊，是一种情趣活动？可以归结到莫名的胜负欲吧。而且对于情感中的胜负欲，其实我还有一个点，
我是一个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喜欢对方，但是由于对方的若即若离、忽冷忽热，这种让我产生心感情理上的波动，会让我觉得这种波动是一种喜欢。还挺多人是这样的，就是他并没有判断出对方有多少吸引自己的，或者自己有多少吸引对方，但是一旦他觉得这个事情有关尊严、有关胜负的时候，他就被调动起来了。对的。是的，高自尊心理本身是一个心理特质啊，他们会过度在意单次的输赢，还有面子。对。最后一个问题，金阳阳。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短片里面有看到你，就是跟你第一段前女友是因为网恋嘛，你会觉得她太粘人，比如说她选修课选什么都要来问你，那我觉得你是不是不喜欢粘人的女生啊？可以粘人，但是一定还是要给对方留一些空间，这样。嗯，好，好的，谢谢。最后留灯的21号。我们来看直推。宋文博的直推女生。哦，宋文博的直推女生是贾小丹。男生给人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感觉，工作中有主见、勇敢、有策略，拼搏有胜负欲。女生气质出众，倔强不服输，感情中喜欢享受亲密时光，追求安稳踏实的生活，喜欢仪式感和心有灵犀的爱。两人在一起有默契。男生的博学多才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彼此，是甜蜜有小确幸的一对浪漫爱人。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我的问题是，如果你用一首歌来代表自己的话，是哪一首呢？然后为什么？贾小丹。遇见吧。遇见。对。好的。来，21号。我是王菲的一首《愿》，听过吧？没听过。就是感觉是特别的自由辽阔，然后特别的宽广。你要不要唱一下？在山水之间，在你我之间。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掉，像是就想要逃跑。就是很舒缓的一首歌。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选贾小丹，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你可以牵手21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选贾小丹，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你可以牵手21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牵手21号。在山水之间，有一份心念，是情某人，在佛塔之间，有一条金帆，是为你画，牵在纸伞之间。有一节夙愿，谢谢大家。是无常瞬间，在你我之间，有一缕丝。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两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好，我是来自广州的男嘉宾陈朝辉，今年28岁。
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能够一下子的让我记住你的名字。有些名字是很容易记，老铁，你的名字就容易记，对不对？我在这里。G，我在这儿。哦。你好，男嘉宾，我叫铁蒙娜，我的朋友都叫我老铁，记住了吗？啊，记住了，老铁。好，谢谢。2号。那个男嘉宾你好，啊，你好不。知道能不能看清这个字是朱天征，然后是后鼻音征。哦，分得清，分得清。好记吗？天征。天征。天。怎么还东北腔了呢？哎，我说啊，这男嘉宾他虽然年纪轻轻，20几啊？28了，不年轻了。虽然他才28，但是他身上有一种老艺术家的气质。对，而且他的那个返回节奏正好慢半拍。记住了吗？啊，记住了，老铁。好记吗？天征。哎，他不是广东人吗？他怎么说话东北味儿呢？你老家哪里？我老家广东呀。我再让你听听广东人说话是什么味道。14号。啊，你好啊，男嘉宾。你好啊，男嘉宾。哎，你听听，这就是广东人。雷好啊，雷好啊。我也是广州的，我的名字也是挺特别的。小情嘛，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意思就感觉是认真谈恋爱，真诚的。我记住了。是认真谈恋爱，真诚的。我记住了，记住了。哎，你为什么对记住人名字这个事儿这么在意呢？对呀。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太爱说话，所以呢，我一般情况都不知道别人叫什么名字，别人也不知道我什么名字。男嘉宾是叫陈朝辉，对吧？啊，对，老师。有一位女嘉宾的名字跟你还蛮搭的，这边有一位沈朝华。哦。啊，朝辉、朝华，听上去像2个老艺术家。招字辈。这个名字是我爷爷给我起的。我之前小时候其实不太喜欢我的名字，不过我现在觉得我这个名字跟你特别搭。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聊电话时的语气词儿。把你的语气词儿先让我们听一听，看看介不介意。就这样。这个不讨厌啊。可能您现在不讨厌，但是被人训话的时候还是这样的话，就挺讨厌的。我爸妈经常会训我话，然后我又不怎么反驳，我就在旁边懂。你有领导吗？有。领导骂你的时候你也这样哦？领导骂我的时候我就是的，领导。你骂的对。24号。哦，我一点都不介意男嘉宾，我在这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怪癖嘛。我的怪癖就是，我喜欢在家里就跟狗和猫，就是很认真的跟他们说话讲道理。这个你会介意吗？那挺好的，挺讲道理的。挺讲道理的。是的。
7号。男嘉宾你好，我其实挺介意别人跟我说语气词的，比如我的前男友，我问他行不行，他可以告诉我行，但是呢，他只会告诉我行吧，好吧。你们女孩不是说话都喜欢信息里边加语气词吗？这样说的话，我感觉他不是很愿意，所以于是我就跟他吵了一架。我不喜欢听这个八字。啊，好，来我们看片子。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不会自己说话，而我就是他的嘴巴。我是陈朝辉，现在在一家推广岭南文化的公司从事讲解员工作。2020年获得广州金牌讲解员称号，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当中讲解，让我读懂了本土戏剧的独特魅力。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当中讲解，让我了解了岭南文化的历史脉络。走过广州的街头，您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街道。我从小就对这些街道的名字很好奇，以商业活动命名的甜水巷、米市路、纸行路，还有广州话流派的平沙甲那田路、街街街、里里里，那些历史都镌刻在一个个路牌里，也是广州这座老城深刻的掌纹。看似能说会道的我，也曾有自卑的一面。我的父亲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小时候的我不明白，只知道因为父亲，同学都会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所以长时间我就变得很自卑。所以后来我也不想我爸来学校接我，或者是经过我学校，我都不太想。有一次我心情特别烦躁，我爸什么都没做，我却对他说：“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这也成了我这辈子说过最后悔的话。时过境迁，我也慢慢变成了大人。刚工作，同事总是推卸责任，难过的时候总会想起父亲开着残疾人摩托车卖糖水，到开糖水铺，再到开五金店。他虽然弯着腰，但却一步一步支撑起整个家庭。如果换我，我是做不了的。我觉得他是我们家的英雄。曾经那个不懂事的儿子，努力成为让你骄傲的儿子。越努力越幸运，希望现在努力改变的我能够遇到未来的那个你。你刚才那个走在广州的街头，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你觉得最有意思的广州的街巷？其实我们广州的街道名字是很有趣的，例如是象牙街呀、米市路呀、麦马街啊，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面的这个麦马街。一听到这个名字，你们会想到这个街是卖什么的呢？卖麻将、麻将，这是麻绳、麻布、麻花、麻油、麻球。其实这条街呢，它是卖麦芽糖的啊，吃的那种麦芽糖、麦芽糖。哦，齁甜，一大块要敲，对，要拿个这个簪子，当当当敲下来。我们小时候2分钱敲一块。就是那种。哦，其实还有很多。有一条街呢，叫做街家街，就是用广州话来说，就是街街街，家家家这样意思。一切都好是吧？街家。对。就是一切事情都是美好的，就像我们今天在《非诚勿扰》的节目上面相识了，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范浩然，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你视频，你说到爸爸的时候，然后我就搞得我现在还是有一点心里面很难过，就是我觉得你的父亲很伟大。我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说的一些话我都不是很能理解，然后长大之后发现他们说的都是很有智慧的话，很有道理的话。我觉得你的父亲很伟大，他养家很不容易。其实我当时候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到现在我都很后悔。
我到现在都没有跟我爸去道歉过，或者是类似的话都没有说过。我只是觉得当时的我为什么那么不懂事，会说出这样的话去伤害他。那个时候你多大？小学。有没有可能他已经忘了？但是我没忘。我觉得最好的是，你没有忘，而他忘了。对。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儿子，我不应该这样说他。他当时候也没怎么说话，又没有骂我。因为我爸当时候，你知道吗？他是我们家的支柱，他的压力很大。本来开过糖水铺，开过五金店，最后都亏钱了，做不了了。那后来他只能开着那个残疾人的摩托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那种3轮车？它后面是改成那种可以拉货的那个平板，然后给人拉货，一趟10块、20块这样拉。我们广州的天非常热，到夏天，然后他的那个脸啊，他的手啊，都晒得很黑。你把衣服啊一拉下来，这里全都是白的，这里是黑的。到了冬天，那些风啊刮过来，他整个脸都是被风刮伤啊，整个手都是又红又紫的。我每当看到我爸这样，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惭愧。他这种外表有缺陷的人，必须很努力、很努力的才能像普通人一样去活着。所以我后来慢慢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其实他在我心目中，就是我的偶像，我的英雄。我觉得我最后要成为的人，就是他这样的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14号。你好，男嘉宾，就是我就看到你这个经历的话，也是想起我奶奶。在前2年，我奶奶也过世了。就是我在这节目也是很少讲到我家庭的事情，就是你爸爸很伟大，然后我觉得我奶奶也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我是单亲家庭，然后我爸爸很小就把我生下来了，然后也没有经济能力，就我奶奶一个女人就养大3个孩子，然后反正我觉得一路看着她就挺不容易的。以前就家里条件是很差的时候，我奶奶还是去问邻居借钱给我交学费，然后就是各种的求亲戚，然后感觉就是很不容易。然后其实我也不想说太多伤感的东西，你不用自责。我觉得无论是你爸爸也好，或者是我奶奶也好，他们都是希望他们的孩子会永远的幸福开心就行了，加油。其实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成熟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在一瞬间，那个一瞬间可能是很多不同样的场景。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带给我们的是，当我们能够理解自己父母的艰辛和不易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们成熟的一个瞬间。好，看下一条。19岁开始的初恋有些懵懂，很早就喜欢上了对方，但有些自卑的自己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他后来竟然主动和我表白，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还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过度惊喜的我竟然恼出的说：“我再回家想想。”
回到家翻来覆去，完全睡不着，又收到了他的告白短信。我脑子又一抽回复他：“你有男朋友吗？”他可能被我的问题哽住了，过了好久才回我。但后面的相处，他经常发一些小脾气，每次吃饭你都玩手机，你好烦啊！每次都是我在给他找台阶下，并且随着追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和一个男生的接触实在过于频繁，单独合影、晒礼物，这已经很明显了。如果我再追问下去的话，有点像那种自讨没趣了。我只是很平静地问他：“我们还有在一起的必要吗？”他沉默后说：“那就分手吧。”于是我俩删了微信，分手了。但2年后，他加回了我的微信，我和他聊东聊西。当他说还是很想我的时候，一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曾经。我这匹马选择了吃回头草。为什么会吃回头草？因为有很多体验都是跟他有了第一次牵手呀，第一次拥抱呀。他后来跟我说，他没跟那个男的在一起，那我就姑且相信他。这一谈就是6年，他很想结婚。但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我和她沟通了晚2年的想法，本以为双方都认可了。她闺蜜发了一个截图过来，我才知道我是被分手的那个。被分手的空窗期，每天都很伤心。这段时间，我遇见了一个无微不至、无比真诚的女生，她会在我送她回家的路上偷偷帮我叫好车。好了，我到了，你快上车回家吧。天气不好时，她会让我多穿衣服。打球磕伤时，他会给我处理伤口，但他越对我好，我就越感到惭愧。终于有一天，我对他说：“我们做朋友比较好。”不管他怎么伤心，这次我都狠下心，因为感激并不是喜欢，我不能耽误这个女生。转眼多年过去，我已为生活增添羽翼，期待一个更好的我能和你在未来相遇。21号，大家好，我是李亚琴，来自山东，23岁，目前在杭州从事瑜伽老师的工作。你好，男嘉宾，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在感情中是不是那种很心软的类型？对，是的。那你怎么看待与前任的关系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是闹得太僵，还是可以做朋友的。这样子。那我是分手了，直接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然后我也很介意我的男朋友跟前任联系。1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到 VCR 里你第一段恋爱中，就是你好像不是太会表达，之后也是这种状态吗？不是，我喜欢他还是会说喜欢他，然后还是会对他好，但是我就是那种不太会说那种宝宝啊，我很喜欢你啊那些话，那些什么土味情话，在他这儿估计是都不会的。我不知道咋说出口，我属于那种我喜欢你，我就会对你好，就是好像他说他渴了，我就会去买奶茶给他呀。但其实女生还是希望男朋友有那种浪漫温暖的话去告知我啊。那如果我是这样的话，今后的恋爱中会有改变吗？我可以学啊。你看这老实孩子，你让他学会了，估计也让人着急。他说话特别严谨，他说了我可以学，但他没有说我一定能学会。2号。那个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我觉得吃回头草没有什么，然后留前任的微信也没有什么，但是他已经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为什么你还要再次跟他去复合呢？其实我是没有证据的。他都跟别的男生合影，跟1万多个妹子合过影，那怎么样呢？对不对？这不是证据，对吧？你在跟我谈恋爱，昨天是以我女朋友的身份出去吃饭，今天发了一个我们，他拉着别人的手，我认为这个就是证据，对吧？对。9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你第2段感情，你说空窗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生，然后是因为她对你很好，你们在一起了。我感觉好像你是不是分不太清楚喜欢一个人
和他对你好，你能分清楚吗？我现在能分清楚什么是喜欢，什么是感动。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做任何事情，你也会对他心动的。但是他让你感动，你是有一种感激的感觉，但是你没有心动的感觉，是能分清楚的。如果是感动大于喜欢的话，我会选择做朋友，而不是做恋人。那所以说你是更偏向一见钟情吗？我还没试过呀。我告诉你们，这是个老实孩子，不许你们欺负他。你会就会，不会就不会，没事啊。最后一个问题，郑琦。男嘉宾你好，我之前也谈过那种因为感动的时候在一起的，就那个时候他也是对我特别好，我就想着说我可以日久生情这样子。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就是他这个人喜欢你呢，是因为他喜欢你的一个个人的品质、性格。然后如果说你跟他在一起久的话，你应该去发现你自己的一个核心需求。你更看重第一眼的想法，还是会更注重核心需求？其实我看感觉会多一点。好的，谢谢。现在留灯的是14号、19号，有请14号、19号。哇！你别说，他们俩留灯特别有道理，一个是地域相关，一个名字相关。对。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12号。哇！智推，陈昭辉的智推女生是13号赵琴。这个阵容好像还可以啊。阵容强大啊！男生是有能量的暖男，随和内敛，坚韧有实力，感情上喜欢用行动力来表达爱人的爱意。女性个性独立内向，有范儿，自信，温和善良，感情相对慢热，需要彼此多相处和了解。两人在一起，女生需多与男生交流，男生需要注意给女生一点个人空间，会让两个人的感情更持久稳定，供两位参考。来，我们看4个女生基本资料。沈昭华，我的另一面，择偶标准，周围人对我怎么看？你选一个。我的另一面吧。外表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其实内心很敏感，经常会一个人哭泣，但不想被人知道。谈恋爱的时候喜欢依偎在男友怀里。郑琦，周末干点啥？理想的他，我的恋爱观。我想看一下周末干点啥。欢迎收看郑琦的周末 Vlog。早上太好红呢，浅浅吃一顿健康早午饭，现在出发烫头发去啦！快看我聪明的小脑瓜子！呜呼，大变活人！再换个头，假装是美女，哈哈！睡前吃一点点的小零食，这个猪肉脯还挺显我脸小的。既然吃了猪肉脯，那肯定要来点小水果润润嗓子。睡觉啦，谢谢大家观看。赵晴，细节控，自在的风，好听。自在的风。该用什么方式介绍自己呢？我总会想象自己是海里的鸥鸟，乘着一阵风就搭上了自由的车，沉静的体验生活，就会发现美好无处不在。喏，你看，还有一群做运动的小熊猫。我也会把我自己的快乐情绪拷贝到工作上，会因为生活中的美好而驻足，也会为了那束光而奔跑。这就是我，
一个随性而又自由的我。杨小晴喜欢的类型、消费习惯、爱情座右铭。喜欢的类型，喜欢笑起来有酒窝的男生，有上进心和责任心，会规划未来，带领自己一起奔跑。如果同样也喜欢狗狗，会更加分。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我想问一下，你们改变了自己最大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为什么？男嘉宾你好，我觉得我改变自己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让自己变得足够有勇气站在这里。我平时是没有主动会跟一个男生去表白的。你说你比较相信一见钟情，其实我跟你一样，你一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生是我喜欢的类型。其次，加上咱们两个确实是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再加上刚刚看到你的情感经历，我觉得我们是有相同的地方。然后男嘉宾的性格也特别的，是我喜欢的类型。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那种诚实、善良，然后真诚的人。我觉得男嘉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做的最有勇气的一件事情。谢谢。郑琦，我觉得我改变最大的是我的自卑，因为原生家庭的因素，就一直处于一个比较自卑的状态，直到现在就长大了，然后慢慢自信了一点。可能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社恐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改变挺大了。1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之前呢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其实我这样就挺不好的，就会遗失掉就是生活中的很多美好，然后就慢慢的把自己的心沉下来，做自己就好。14号。其实你说改掉什么？其实我一直都在坚持自我。只要不是原则性的东西，我一般都不会去因为什么东西去改变。我觉得就是，要是别人喜欢你，那他就站在那里，我就会喜欢他。他就站在那里，我就会喜欢他。好，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好，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你一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生是我喜欢的类型。要是别人喜欢你，那他就站在那里，我就会喜欢他。我比较喜欢小晴。哇！Hello， 大家好，我是15号女生杨小晴，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你好，男嘉宾哦，我的王子陛下，我回来了。
我感觉喜欢我这一款的男生很少，就觉得我也挺自卑的，就给人家觉得很疯。我是来自广州的男嘉宾陈朝辉，今年28岁。我希望对方能够一下子的让我记住你的名字。你好啊，男嘉宾，我的名字也是挺特别的，意思就是认真谈恋爱，真诚的。我记住了。要是别人喜欢你，那他就站在那里，我就会喜欢他。你的决定是？小晴，小晴。想知道你的100分会给怎样的人？亲爱的你，不要再陌生，增加我戏份，我想问亲爱的你，把感情升等朋友变成情人，可不可以告诉我标准，不要让我一直等。再见。就是我在这边也1年多，就是特别感谢各位老师还有我们导演对我的照顾，太谢谢你们，你们也特别辛苦。特别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呆呀！好呆。其实我刚开始是很紧张的，但后面我没想到会有女嘉宾给我留灯，然后那时候我牵手也不知道咋牵，我就有点呆，然后晴晴就直接拉住我的手，然后就朝那边走了，然后她又说了一句：“你好呆啊。”就是我觉得他特别的善良，然后给我感觉就是特别老实，因为我以前从来没谈过这样子类型的男生，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我回到广州，首先第一步就是先去我餐厅吃顿大餐，然后晚上我们可以去珠江边遛遛狗，这样子我觉得挺温馨的。我也想遛一下狗，但是我没遛过。你那是什么狗啊？我家是柯基，小短腿，特别的可爱。2个人走上去要牵手的时候，2个人互相也没敢看对方，2只小手在空气中捞了好几轮。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2位老师好，然后现场所有24位漂亮的女嘉宾，你们好，我叫隋一帆，来自辽宁沈阳，然后今年33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可以跟我一起学着做东北冻梨。冻梨，对。吃过冻梨的举手看看。据说好多姑娘爱吃那玩意儿。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会把这个万物皆可冻里边非常典型的这个冻梨带到现场来，让我们所有的大家尝一尝，包括我们3位老师。哦，谢谢。哦，谢谢，就直接拿就行了啊。哦，谢谢谢谢。所有梨都分完了，分梨分完了，分梨分完了。这些姑娘长什么样你也看见了。哦，这非常近，非常近。那个王子金好吃吗？我还没有吃，就是因为我是东北人嘛。哦。就是这个冻梨，刚才它放到我手里，感觉1秒回到了东北，就是闻到这个冻梨的那个清香味儿，它有一点点那种
好像是发酵，但是没有发酵的那种清香，就是特别的香。哦，有些人问为什么好好一个梨，你要给它冻得黢黑吃？看着挺吓人的，不像什么好吃的东西，但其实它的那个味道，它这是非常鲜甜，而且它的汁水很丰富。哇，贾倩。男嘉宾你好，刚才这个冻梨我也尝了，确实挺好吃的。那我所理解的冻梨就是把梨拿出来，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冻。那你能讲一下东北冻梨是怎么做的吗？其实正常来说，你如果没有冰箱的年代，那就是在自然界的那种我们东北冬天那种天寒地冻的环境下，把它自然的给它冻上。但是现在其实大家在冰箱里也可以做，可是呢，你需要冻一下，拿出来再缓化一下，然后再拿回去冻。再缓化，反复，以此类推，最后会成功。好的，学到了。东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对常温和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要到哈尔滨，你要说那个要瓶啤酒，冬天你说你要常温的还是要冻的？你说要冻的，就是在冰箱里边4度；你要常温的，在外边打-30度。你的第二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不要介意我边看足球边自己解说。贾倩。男嘉宾，我也喜欢看球赛，我也喜欢看足球。你能不能现场来一段啊？解说。可以。比赛开始。其实足球啊，大家知道就是22个男的追一个皮球的游戏。这阿根廷人玩的挺溜，把球打到底线，这是11号迪玛利亚，他外号是天使。双11对决，哎，登美来，你猜错，我跑哪边了？怎么回事？这怎么还上手了呢？这一天，哎呦我的妈！裁判处以了足球场上最残酷的刑罚——点球。你再举举。你看短视频平台所有的解说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口音可以解说一切事物。1号。男嘉宾你好，我特别喜欢你这种风格的解说，因为我平常也喜欢看球，但我看球完全是气氛组的那种。然后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朋友圈就是感觉跟直播一样，然后所有人刷哦进球了，谁赢了，谁怎么样。然后如果有这样的配上你这样的解说，应该会特别有意思，更是气氛满分。就是您这种的，我要是成为伪球迷，你不介意吧？我完全不是球迷，但是就是喜欢围观。哦，对，那就搭配我这种解说就很好，专业性和趣味性我觉得都有。对。好，来看片子。电影是共情的艺术，它可以让你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梦想的人有更多的了解。我叫隋一帆，这是我的光影人生。从小就喜欢看电影，更是家附近音像店的常客。闲暇时光也多是在电影院里度过。一整墙收集起来的电影 CD， 一摞又一摞的电影杂志，是我沉浸在电影世界里的痕迹。电影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我常常在这面镜子里看到我自己，看到很多让我想象不到的东西。怀揣着对电影的向往，我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路。本科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继续攻读电影学。但我不想自己的爱好变成职业，所以回国后我没有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现在是一家传媒公司的创意总监。正因为我特别热爱电影，就像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我现在很纯粹的在做一个观众，去享受每一部我喜欢的电影。我就是朋友圈里的电影小客服，经常给朋友推荐符合他们口味的电影。过两天那个电影上了，咱俩一定得去看啊。没问题，一般你给我推荐部悬疑片吧。那经典悬疑电影太多了，我这哪一部推？哎，你先给我推荐个爱情片吧。爱情片哪个我最爱看？你不知道吗？哎呀，要我说你俩都不懂，他唱歌最好听，你得让他去唱歌。安排。我的爱好偏向老成，爱听的歌也跟同龄人不一样。我的偶像是费玉清、韩磊、李克勤，我还可以模仿出他们的声线。深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吃对自己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口腹之欲，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生活方式。我给朋友推荐好吃的，从来不只是嘴上说说，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口中经常请吃饭的东北哥哥。我择偶的标准特别不能打折扣的一点就是，我们俩一定要能吃到一块儿去。理想的另一半食谱一定要宽泛，希望他也是一位美食冒险家。我会带着他来到自己的家乡沈阳，带他感受一下东北美食的12时辰。你把那个12时辰跟我们说一下。这个12时辰啊，但是我今天也不知道最后这个我会花落谁家，或者我会不会有人能牵手，是不是？但是如果我觉得大家有机会来到沈阳的话呢，作为地主之谊，我认为这个12时辰就是我特意给大家安排的一个美食行程。好比说你早上8点钟已经到沈阳了，那么呢，我们吃一顿很有沈阳特色的、很丰富的，还有肉香的东北早餐，里边包含了五花肉粉丝汤。那这一顿吃的就很饱足了。然后到了中午呢，我觉得咱们就可以啊来顿辽菜，你像锅包肉啊，这个铁锅炖呐，当然也有一些葱烧辽参也是非常不错。女孩喜欢的雪棉豆沙的甜品也非常好。到了晚饭，我们去沈阳非常可以说引以为傲的美食街，我们可以去西塔品尝一下朝鲜族风情。基本上这一条街我们就一勺烩了。到了晚上，咱们可以来顿宵夜。到了沈阳不能不吃小烧烤，喝点小皮皮，对吗？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天的12时辰的美食行程了。东北的烧烤是一绝。郑琦。男嘉宾你好，因为我觉得看什么样的电影还蛮能反映出他这个人的，所以我很好奇，如果你有了另外一半之后，你会想要跟另外一半看什么样的电影呢？我其实每年都会看一部电影叫《真爱至上》，这个电影它是几个小故事糅合在一起的，但是彼此还互有关联，就体现了那种爱情最简单、最真挚的一面。就是你看完之后，甭管你是单身，你还不是单身，你都觉得幸福感爆棚。更何况如果说旁边，好比说如果俩是情侣的话，我觉得那时候一起看一定特别特别好。真的，我也推荐给你看看这个电影。马一帆。男嘉宾你好，我不光有和你一样差不多的名字，但我也和你有一样的经历，因为我也是艺考，然后研究生是在海外读的传播与媒体研究。我想问你，就是像我是比较喜欢剪辑电影的，就是精彩片段，然后推荐给我的朋友，你这样会反感吗？我不会反感，我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享欲。包括分享快乐，我认为这完全没问题。而且其实你名字跟我非常像，你叫马一帆，我叫隋一帆，但是我属马，我是90年的，所以说你这名把我这点东西全给整里边了。你们俩要在一块儿生个孩子，叫隋马一帆。对我来说，看电影还是个挺有仪式感、挺神圣的事情。你想，你再蓝光的光碟，你在家里边看，设备再好，都不如到电影院买一张票，顺着那个找到座位坐下来，等灯光一暗，电影起来，这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事情。所以，一部好的电影对我来看的时候，出去接个电话、上个厕所，再买个什么零食进来，这是不能容忍的。那么比这个更不能容忍的是什么？90分钟或者2个小时的电影，被一些人剪成8分钟，你一看，哎，刷个短视频，全是大壮和小美。100部电影的男主人公都叫大壮，女的都叫小美。你看完了，哎，咣3分钟一个片子完了。但是你看爽不爽呢？你当时看也挺爽，但是我总觉得吧，电影它是一个艺术。说1、2个你们最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最喜欢的电影，含笑。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寻梦环游记》，这是我看每一遍我都会泪目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对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生命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被遗忘。
3号。男嘉宾你好，在这里，简·奥斯汀是我特别喜欢看的。就简·奥斯汀是在我心中觉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她代表那个时代一个女性的崛起，她的自我实现，她那个追寻梦想，以及她坚持她的原则。张旭。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风声》，因为它是就是悬疑的嘛，然后我就从头看到尾，我都猜不到结局。而且那个片子的结尾是非常感人的。对，就是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伟大了。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看过电影当中最吸引你的女性的角色有谁？哇，这个如果追溯的话，我觉得在我童年的时候看《大话西游》，《大话西游》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观众都看过，但是这里边这个紫霞仙子，在我童年的时候非常的触动我，我就觉得那算是一个女性追求爱情的一个启蒙的形象，因为她非常执着，奋不顾身的那种状态。那再说一个男性角色呢？你最喜欢？我比较喜欢科林·费斯，就是英国的一个也拿过奥斯卡影帝，就是《国王的演讲》。我认为他有我喜欢男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很绅士、很儒雅，但同时也非常低调谦逊，时时刻刻在容纳和包容着身边的人，但是藏而不露。我认为这样很好。那哪部电影里面有你理想的爱情？科林·费斯遇到朱茵了，跨国恋是吧？你模仿费玉清，要不要现场来一下？可以，可以。哎呀，好想看。昨夜小楼又东风，春心泛秋意上心头。恰似故人远来再相愁。轻轻叹翻阅，轻轻唱离愁。洗尽铅华，终究染懵懂。轻轻叹哀乐，轻轻唱离愁。人生何须终究换来一场风。哇！好了，看下一条。最初对爱情的期待，我渴望像《罗马假日》里那样，公主与骑士完美无瑕的感情，期待未免太过理想，所以我的爱情一直迟到在路上。初恋是在英国留学时，也是个中国女孩，她对我很主动，经常约我见面，跟我诉苦，跟我告白。她说话时真诚的眼神，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的心门。相处那段时间，我们俩约会有一件必做的事儿，那就是一起追《非诚勿扰》。《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当时在我们留学生的圈子里边也是非常受欢迎，大家聚在一起看《非诚勿扰》。那个时候就有点追更的意思，有的时候在宿舍里，有的时候会在学校的公共区域，还要抢一个最佳的观影位置来看《非诚勿扰》。后来因为工作规划的不同，回国之后和平分手。但是现在回想当时在异国他乡看一个我们祖国的这样一个相亲节目，还是会觉得非常有趣。第二段感情，我们因为电影结缘，一起相处了2年半的时间。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他和他的家人都有准备要结婚的想法。从小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让当时的我对婚姻生活有一种恐惧感。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吧，反而会对婚姻更加慎重，想得到一份更持久的一个婚恋关系。他一开始的态度其实没有很反对，也说我们再看看嘛，对不对？后来女生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质的转变，隔三差五就用威逼利诱的语言来问我，我感到特别大的压迫感，但又不喜欢去争论，于是沉默变成了故事的结尾。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去逃避婚姻，我可以更积极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事儿，也更用力的把它留在我身边，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现在的我对于爱情的期待，不再是泰坦尼克号里那种浪漫至上，而是西雅图未眠夜里那种简单朴实的幸福。我想遇见可以和我并肩坐下，一起感受生活的你。
23号。男嘉宾你好，我跟你说，我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和那些华裔还有就是外国人讨论最多的就是《非诚勿扰》。因为我们学校那个图书室里面，假如说我们写完作业了，一直都是拿着那个 iPad 去看那个《非诚勿扰》。对，很类似，我也是这样。对，真的就是，而且我当时我会觉得，找到另一半的这种勇气，我可能没有办法像就是站在台上的女生一样。但是我回来以后，我觉得有勇气的把自己所需要的感受说出来，是一个最大的就是进步。我觉得你也是。孟凡玲，男嘉宾您好，刚刚 VCR 中提到说你有恐婚的经历。其实我也畏惧婚姻。之前有过一个男生跟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由于现在家电越来越智能，并且它能烧得一手好菜，所以我可以当一个花瓶，什么都不干。”但是我听到这段话的下意识的反应是，我觉得你不够真诚，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我的父母都不会让我什么都不做，你和我没亲没故的，为什么你会让我什么都不做呢？对呀。就我可能很难建立起这样一种信任关系。我现在其实已经，我郑重的跟全场大家宣誓，我已经不恐婚了。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确实有治愈的力量。我现在不恐婚了，这是真的。但是我回应一下刚刚你说的那个，我觉得男生不应该去物化女性。它不是炒菜机器人，也不是一个专门做饭的工具或者干家务活的。女孩子也不需要去物化自己，我觉得，是的。王子敬，男嘉宾您好，刚刚你说你不恐婚了，而且向在场的人保证，我是想问的是，那你会不会因为说我想为了改变我的家庭冷清，或者说想让我的家里更热闹一些，而去做这件事情？你是这样的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是想问的是，那你会不会因为说我想为了改变我的家庭冷清，或者说想让我的家里更热闹一些，而去做这件事情？你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婚恋肯定不是简简单单往家里码人儿。我觉得多一个人也未必就会真的特别变得热闹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内心的冷清变得热闹了，有温度了，那这个家它才是有温度的。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期待我赶快去结婚生子啊。但实际上对我来说，首先这个人是我要期待的，我期待的人对于他们才是真正的期待。我觉得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回答的是不是正是你想了解的。明白了，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郑琦。男嘉宾你好，就是你会不会根据身边的人去改变自己对喜欢这个人的想法？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定见的人，这个不是固执，是我真心，我会用心去观察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然后我会得出我自己的结论，其他人的意见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看到你平时会去看《非诚勿扰》来分析女嘉宾，还有包括男嘉宾的一些行为和举止。那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也还会去看他这些过往说过的话或者发生的事情吗？那话怎么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嘛。我觉得，要不要反过来也看看我过往都这个交过几个女朋友啊，然后说过什么话？我认为这个意义不大的。我不会这样做。挺遗憾的。对啊，挺遗憾的。我好奇的是郑琦，他说他不在乎过往，然后你灭灯，你是希望他在乎你的过往吗？对。
因为可能别人觉得说提及自己谈过多少段恋爱，或者发生过怎么样的事情，是一件说不出口啊，或者是尽量避免的事情。但我反而觉得说，希望对方能够正视我之前所经历的事情，明白说我现在成为这样一个人，到底是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真正去了解我这个人。可能想要他更了解我一点。其实我还挺开心，最后一个问题是他问我的，因为心动女嘉宾，我确实选的是他。谢谢。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领悟力和表达力的人，但是在有2个问题上面，我觉得你有点含含糊糊。一个就是你说你是单亲家庭的，所以对婚姻有恐惧。那现在准备好了，那经历了什么？就是你为什么就准备好了？其实女生很想听这个。第2个呢，就是我注意到你在 VCR 里面，当之前前女友讲到婚姻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有点稍稍的回避。他问你，你最后就不说话了，最后就把那个问题搁在时间里了，就又遇到刚才郑琦说的，也许需要再打开一点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也期待大家来沈阳玩，如果在沈阳能够遇到，就像我说，爱请大家吃饭的东北哥哥，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尤其是12号女嘉宾。有趣的灵魂。再见。可是不是你为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被心动女生灭灯，心情还是挺失落的，因为其实我一直有在关注她，包括她的生活背景、她的文化背景也都是我很喜欢的，但是最终没能牵手成功，肯定是遗憾。关于黄澜老师点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不是按部就班的在做一件事儿，我觉得到了年龄我就该结婚，其实不是，我确实是觉得我内心当中产生了这种想寻找另一半，想跟他一起组建一个属于我自己家庭的这种强烈的想法。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陈老师和黄老师，老师好。24位女嘉宾和全场的观众，大家好。我叫陈明迪，来自北京，今年23岁。高大帅气，有一种校园气质。对，清新。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另一半能接受我写打油诗。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不挺好玩的一个事儿吗？他太油。我觉得这个打油诗呢，它可以去记录朋友之间的一些事情，然后当我之后再去回味的时候，我会感觉，哎，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每个事情都很清晰。同时呢，我也觉得我跟我朋友之间这种情谊嘛，也比较深厚，所以我觉得就是偶尔写一种打油诗也挺好的。贾倩。男嘉宾你好，我也想为我自己写一首打油诗，想跟你分享一下。可以。 20好几没对象，每逢佳节倍惆怅。非诚寻觅有缘人，
省得天天去相亲。挺好的，挺好的。还有谁？14号。男嘉宾你好，那你能不能为我们《非诚勿扰》的舞台当场做一首打油诗呢？对呀。哎，要不要走7步？嗯。那我就千里迢迢来金陵，风也同舟，雨也行。多年单身无人疼，命中注定上飞城。24盏灯灿灿，别到中途灰暗暗。真心来吧，真心换，只看对面愿不愿。哎，可以可以可以，还都是押韵的。是做出了一个 rapper 的感觉。哎，我跟你说，打油诗在历史上也有非常有名的哦。据说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有一次他路过一个庙，庙里边有个卧佛，一帮大学士开始说了：“来，你们都写诗。”哎，当当当当当当，都说了好多。哦，旁边一个武将在那打瞌睡，乾隆皇看了他一眼：“你别打瞌睡啊，你也写一个，以卧佛为题。”他说了4句。第1句，你倒睡得好，一睡万事了。你睡我也睡，江山谁来保？乾隆一听完，就属你写的最好。这就是比较有名的打油诗。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另一半会介意我关心好朋友。其实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对于我多年未见的好友来就是找我玩呀，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女朋友刚好今天可能也有一些事情，那么我可能就会倾向于朋友多一点。当然，如果给我的另一半造成就是一些情绪上的不愉快呀，或者是什么的，我可能在我朋友走之后会弥补他。贾小丹，男嘉宾你好，那你会介意你的女朋友关照她的异性好朋友吗？是我在场吗？对。这种我觉得也分情况，因为如果你的异性朋友是我的好哥们儿，那可以啊。你确定可以吗？就是适度的是可以的。范浩然，男嘉宾你好，假如说我给你买了一件短袖，然后你的好朋友、你的兄弟，他正好缺衣服穿，你会把我送给你的这件短袖给他穿吗？那要看你给我买的这个短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下买的。如果是我们的一些特殊的日子，那这个短袖就具有它自己的意义所在，这个我就是要好好保管。当然，如果是随手买了一件，这个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那我如果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他刚好需要了，那我可能就是也会，对，是这样。就是我上一段感情，就是我给前男友，然后买的比较有新意的一些衣服呀、腰带呀、鞋子呀什么的，他会送给他的朋友，就是我买的情侣的外套呀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好多人一块吃饭的时候，他朋友穿着我送的那个腰带呀什么的，就感觉很震惊。好，来看片子。你知道什么是转基因吗？你知道转基因育种和传统育种有什么区别吗？我叫陈明迪，现在是甘肃农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的研究方向也就是全球转基因油菜研发与产业化趋势分析。转基因作物可以提高产量。这些年中，我觉得最有趣的事就是修剪树木。为了保证主枝茁壮成长，剪掉枯枝病枝，这也启发了我可以随着年纪的增长
减掉一些没有那么必要的爱好。初中时，因为武打片萌生了驰骋疆场的武术梦，我也是当时武术班里打得最好的，但因为学业放弃了。大学时减掉了打游戏的爱好，虽然朋友都觉得我还挺厉害的，但毕业后觉得应该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放弃喜欢的事情，现在会觉得遗憾吗？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遗憾吧。人生就像树木一样，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呢，也需要修剪一些枝叶的走向。减掉这2个爱好，空出来的时间被我放在了唱歌上。现在每天结束工作后，也会在所里练习唱歌。音乐给我安全感，我也会把这种安全感主动给到另一半。在各种情形下，我都很愿意把对女朋友的喜欢公之于众。我们走在路上，我可能就会下意识地背她起来，让别人知道我是她男朋友。生活中，任何人和我相处都不会生气，印象中基本没有和别人吵过架。我是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我觉得没有发生过吵架的原因是我会了解他们每个人不想聊的东西，什么时候该闭口不谈，什么时候可以拿来开玩笑，这个度被我拿捏得刚好。我也不会给女朋友吵架的机会，闹矛盾我会立马道歉，避免吵架。从小，如果我妈妈有情绪，爸爸就会第一时间哄她开心。我也会向我爸学习，未来女朋友只要有情绪，我一定优先让她变开心。谢谢谢谢。关于转基因的事情吧，你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话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什么是转基因？其实就是把生物的某种优良性状基因，然后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体上，然后就是用这个转基因技术的手段。哦，金阳阳。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短片里面有看到你说，你空余的时间会在所里面来练歌。那你今天有没有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一些才艺表演呢？可以唱一首歌。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2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辛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19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刚刚你说到你不是非常喜欢作诗，对吧？打油诗，大家都知道，古人作诗的时候，那个诗词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就是你做的打油诗，能唱出来吗？我唱歌可能更集中于就是以前的那种老歌，就是对于诗这种可能也不太合适，对。那叫吟诗，不是唱诗。对。7号。男嘉宾你好，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人，就是我希望我的男朋友在手机上放我的照片，或者是换情侣头像之类的，或者是让我看他的手机的聊天记录啊，你会愿意吗？其实就放照片这个事，我觉得如果是我对象，我把我的手机上全是他的照片，对。那个看手机的聊天记录呢？就是如果你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毕竟我也没有什么就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好的，谢谢。你刚才片子里边说，你在任何时候都愿意让别人知道你们的情侣关系，你会有哪些做法呢？比如说走在路上，
我会主动牵起他的手。如果是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我可能就会紧紧拉着女朋友的手。如果我能感觉到他情绪上对这个环境呢有一点不自在，我可能就会把他就是这样子，就是把他藏到自己身后的这种，去表明这是我对象，你们就别想了。他描述刚才的那一切，其实是非常孩子气的。他说，如果感觉到女朋友对这个环境不是，你想那是什么？你们去探险，去古堡。那可能就是，比如我们去某个地方，哎，女朋友累了，那我可能就会上来吧，就这样。哦，对。王子金，男嘉宾你好。你好。刚刚我在短片中看到你说，就是女朋友跟你吵架了，你会第一时间去道歉，不管你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的一段恋爱。之前的一段恋爱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这个男生从来没跟我发过一次脾气。然后呢，在这段恋爱当中呢，我当然就是很任性。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他这一次一次的忍让，竟然是他在憋大招。就是他最后给我当头一棒。分手的时候我是懵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跟我分手。但是后来呢，确实经过考证，只不过就是在这3、4年当中，他受的委屈太多了，他一直可能活在一个阴暗里面。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一点的话，你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他这一次一次的忍让，竟然是他在憋大招。就是他最后给我当头一棒。分手的时候我是懵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跟我分手。但是后来呢，确实经过考证，只不过就是在这3、4年当中，他受的委屈太多了，他一直可能活在一个阴暗里面。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一点的话，你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呢？我觉得就是我的不发脾气，其实跟我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源自我的原生家庭，因为从我小到大，我印象中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吵过架，而且我印象中我爸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但是遇到我妈有情绪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扮个鬼脸呀，说一些就是特别好笑的话去逗我妈开心，然后我感觉也是受到了这种影响，所以我的性格方面就是不会让女朋友去生气、去道歉这种，不是说去堆着给你放大招那种。哦，明白。但是我那个前男友，他当时跟你的理由不一样，是他说他小时候经常看他爸妈吵架，所以他说我小时候经历了这些，我觉得像一个就是魔鬼一样，我再也不想跟我的另一半吵架。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你们应该说出来，就是你的一些可能不舒服的点，或者说是存在的点，我觉得会更好一些。我倒觉得刚才王子金提的这个事儿啊，特别有典型性。很多女生都喜欢说，包括很多男女嘉宾都爱说这个话。哎，有事儿别憋心里边，有什么说什么嘛。但是人跟人不一样，你男朋友那种做法，显然我认为不值得提倡。但是他的做法是有可理解的地方。童年时候对夫妻之间的争吵，给他留下的这种伤痛和阴影，使得他在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当中，对争吵、对争执是有极大的回避。所以，当你已经感觉到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对你有任何不满，其实你应该把它当一个问题提出来。也许当你主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打开一个心灵的一个小小的口，让那个情绪开始慢慢的疏导出来。看下一条。恋爱中的会错意，就像一首无调的歌，突然有了旋律，只是谁也不知道能够唱多久。认识的开始，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他一直主动约我去打羽毛球。羽毛球吗？我下午还有事情呢。那好吧。第3次不好意思再拒绝，就答应去了。打完球后，我们在操场散步，正好有人在唱歌，我就唱了10年。我们还是一样，但他觉得我在为他而唱，还录音收藏。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出于礼貌，我顺手给他带了饮料。
他觉得这都是我给他释放的恋爱信号。我喜欢你，我们能在一起吗？啊？他要我立马给出答案，我也就答应了，但其实还是懵的。在一起后，他主动和我敞开心扉，和我说了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事情。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很多话都会藏在心里。他也意识到了我不是很喜欢他，就和我说，如果你对我没感觉也没关系，但我确实很喜欢你，你想和我谈的话，我们就继续。他边说边哭，我当时就心软了。为了推动他，我比以前更主动。我希望通过我们在一起，他能变得更加积极自信，鼓励他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和考试。考完后，我提了分手，他却一个人跑去了荒山。我怕他想不开，又心软了，答应再陪他一段时间。我生日那天，他送了我一条亲手织的围巾，我特别感动，也想尝试一下和他认真恋爱。当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真正变得很亲密时，很多他憋在心里的情绪就会让我特别不舒服。我们约好一起出去跑步，他来了之后就板着脸，问他就说没事。可我跑着跑着，转头就发现他不见了，电话不接，直接就生气消失了。相处当中，他经常会有这种让我不知所措的举动。我发现我们的性格确实合不来，就果断提出了分手。这段感情让我意识到，感情这件事没有感觉就不能因为心软而答应。两个人之间必须要有相互了解和相互吸引，这是能长久走在一起的基础。希望未来能遇到一个开朗阳光的女孩，有不开心她会直接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张旭，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就是 VCR 里这一段恋情是总是因为心软，然后去和你的前女友继续。那未来你在生活中会不会因为心软，然后和异性的这个距离会掌握不好呢？就是如果像你说的，我们之间的那种度，对吧？我觉得我这个还是拿捏的比较可以的。那如果是你在，就是男女关系这种，你觉得你会？我的度吗？我的度掌握的有点过度了，我都没有谈过恋爱，我觉得我可能是有点反了。我特别好奇，张轩，你有就是很真诚的暗恋过，或者是很明恋过一个男生吗？明恋倒是没有，因为我感觉我在这方面就是属于极度腼腆的类型，我特别容易不好意思。暗恋的有没有？也有，但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就是工作学习压力是巨大的。参加工作以后也是这样的情况。工作也挺繁忙的，然后我当时其实有一份工作里面有一个同事，就他表达了他对我的这个喜欢，然后我就很怕我们共同的老板在看到，我就很难去解释，我就特别容易就是影响我的这个学习和工作，所以我很害怕去开始一段这个感情。他就是属于感情干扰了学业，而我是认为学业干扰了我的感情。你现在来《非诚勿扰》是觉得自己已经可以放下学业和工作了吗？我觉得我来参加《非诚勿扰》，我就想到男嘉宾那个打油诗，就是多年单身无人疼，命中注定来非诚。我的，背下来了，你的打油诗引起了共鸣。如果这样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多留灯。如果但凡这个男生让你有一点喜欢，就多给对方一些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些机会。范浩然，男嘉宾你好，就是你知道有一句话吗？叫做大道理都懂，但是做不到。就是你最后说有什么话一定不要憋在心里，要明说出来。就是我也知道这是正确的，但是该生气该哭还是会哭，就是没有用。范浩然这段话让我想到王子京的那个前男友，是不是男版的范浩然？他有点委屈，就压在心里。
就是有点委屈压在心里的时候，他不是不想说，是他小的时候看到一旦说出来就会有更严重的结果，所以你会觉得我一旦出口了那个话就会更糟糕，还不如憋在心里呢。他们刚才说关于心软的问题，在以后你有女朋友了之后，还会因为心软而继续这种亲密关系吗？其实因为有过大学时候的经历，我知道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女生，你依然和她继续谈下去，这个时候对女生来说不公平，而且对她的伤害很大。如果说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觉得我们不合适，那么我就会果断的就是提出分手。最后一个问题，韩笑。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你上一段感情中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是对他没有那么多喜欢的，但是后来你们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之后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想知道你那个时候的相处，你对他是心动的，还是只是处于已经在一起的一个责任而继续在一起？这个就谈到我以前的一些经历。因为我上大学时候的那个女朋友嘛，因为中间呢经过了一些事情，我发现她的性格就是很内向，就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她也感受到了我对她确实不喜欢。然后那天晚上呢，她就对我敞开心扉，说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往事呀，或者是一些经历。然后就是我被这些点触动到了，当时我感觉那段时间她在我身边有很大的提升。所以我就是又继续接受他了，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想继续帮他提升，是吗？是的。现在留灯的是7号、19号，有请7号、19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看大屏。智推。陈明迪的智推女生是含笑。男生积极可爱、好奇有趣、温和有活力，和大家在一起总有新的想法浮现，性格的包容度让他可塑性更强，对爱有链接又温暖的亲密关系。女生踏实靠谱、秀外慧中、开朗大方，喜欢帮助和理解他人，是一个看重家庭、认真负责的可爱女生。男生的好奇心和幽默有趣，女生的体贴、靠谱、负责，是一对适合以组成家庭为前提恋爱的幸福恋人。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沈昭华，我的另一面，择偶标准，周围人对我怎么看？择偶标准。2，想要找个能带自己一起上进的男生，希望他是一个干劲十足，并且暖心顾家、有责任心的人。那不就是他吗？我们要同时抬手。贾小丹，和谐一家，想要你会憧憬的恋爱。和谐一家。家庭氛围非常和谐欢乐，爸爸妈妈和自己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说，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和喜欢的人组建这样美好的家庭。含笑，双面性格，恋爱中的我，我的爱好。恋爱中的我，属于清醒的恋爱脑，虽然爱情绿灯没怎么为自己亮过，但依然对爱情充满了希望。庄小琪，我的两面性，我喜欢的我的小家。我的小家。自己是一个对家需求感很高的人，希望有一天能和那个他共建新的小家。
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你觉得对你恋爱观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恋爱观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就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谢谢。这就是明说的意思。表了个白。我觉得应该是不要看我手机。哎，这是发生过多少血案啊？我刚才在那里面已经说过了，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影响到我的恋爱观，我就是始终对爱情充满希望。我的恋爱观就是一定要看手机。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的决定是？我的恋爱观就是一定要看手机。就是我喜欢你。不要看我手机，我就是始终对爱情充满希望。我的决定是，真心来把真心换，黄衣女孩我很愿，黄衣女孩我很愿。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关怀你的存在，心灵感应的方向，我一眼就看出来。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